阿莫无宿山矿区内惊现盗洞，嫌疑人盗采的矿石价值不菲。民警走访排查，寻找案件线索。人迹罕至的草原深处，擦肩而过的车辆引起民警的注意。奇石的诱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2022年3月6日14时，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公安局贡济塘派出所的民警在阿莫乌素山巡逻时，发现用来保护矿区的铁丝围栏多处被破坏。民警迅速进入查看，发现在矿区的一个缓坡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矿洞。民警迅速将这一警情上报。我们所在的四子王旗是荒漠化草原，生态十分脆弱。如果发生了无序的盗采，对于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阿莫无宿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贡济塘镇阿莫无宿村，距离四子王旗70公里左右，年平均气温1度到6度之间，面积约3平方公里，长宽不到500米。阿莫无宿山出产一种稀有的矿石——九眼石叶岩。这种矿石属于火山岩的副矿物，储量稀少，而且大部分隐藏在玄武岩中，不易采挖。原石经过打磨，可以达到玉石玛瑙一样的光泽润度，在文玩市场上被称作蒙天珠。蒙天珠十分漂亮。阿莫无宿山周边有4座山头有这种矿石。但是品质最好的就是阿莫无宿山，这不足1平方公里。蒙天珠又叫钱币石、眼睛石，一块鸡蛋大小的蒙天珠，经过打磨包装后，可以卖到上千元，品质好的甚至可以卖到几万、几十万元。近几年，蒙天珠的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的驱使下，将黑手伸向了阿莫无宿山矿区。如果一处矿产资源的盗采行为得不到制止的话，不仅对我国的矿产资源造成破坏和浪费，还会对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2020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多次发布禁止盗采国家矿产资源的公告，并且对阿莫无宿山实施了保护，建起了1.6米高的铁丝围栏，将蒙天珠原石主产区整体保护了起来。虽然当地党委政府对于这个矿山的管理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甚至围着整个阿莫无宿山上挖了一道壕沟，防止盗挖。就这样也不能完全阻止盗挖的发生。盗挖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跟管理人员和公安机关经常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通过对案发周边现场勘查，民警发现用于保护矿区的铁丝围栏有3处被人为剪断。进入中心矿区后，眼前的一幕更是触目惊心，全是大大小小的洞，有深有浅的洞，9米多深的，5、6米、7、8米，到处都是洞。我们感觉这个事情特别严重。多少？2.98。我们对这个洞口进行了勘察，发现这个洞口直径就是3米左右，只能1个人下去的。由于蒙天珠通常被坚硬的玄武岩包裹，不易采挖，加上盗采者不确定具体位置，
一般会使用铁锹和电镐在矿洞内先向纵深挖掘，挖到一定深度后再横向挖掘，扩大盗采面积。来个头灯。我们下到洞里面以后，发现里面宽大约2米，高也是2米，最多1个人的靴爪。民警发现，盗采者对矿洞没有做任何的专业支撑，也没有留通风口和安装通风机。首先可能有塌方，可能有窒息，因为里面那个空气不通畅，非常危险。一旦发生冒点，盗挖人员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经过勘查，民警在矿洞的角落里发现了盗采者遗留的铁锹、手镐等作案工具，还有水瓶等物品。警方试图提取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指纹和脚印，但是未获取有价值的线索。矿区被嫌疑人盗采后，经过风吹雨淋，虽然有遗留工具，但是我们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究竟是谁会冒着如此之大的危险进行盗采呢？矿区周围没有任何监控设施，民警只能根据案发现场情况进行分析研判。这就是那个洞，盖的时间长了的话，体壮的人是一般干不出来的，缺氧的。通过这个洞深度、高度，还有它的宽度，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人肯定是干不出来的。因为盗采矿石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体力，根据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应在30到50岁之间，男性，作案人员至少5人。我们对嫌疑人有个初步的判断以后，首先从矿区的最近的村庄，一个叫阿莫乌苏村进行走访排查，因为这个矿产人迹罕至，距公路很远，大约10公里左右，没有道路，只有小路，一面有庄稼，另一面有草地、荒地，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进。我们考虑到只有熟人，周边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阿莫乌苏村较为偏僻，地广人稀，常住人口只有45户，共94人。我们一边走访的时候，一边就看街面上或者是墙角上、电线杆上有没有监控，但是转了一圈之后，它都没有。阿莫乌苏村的内部和周边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这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民警只能采取传统的办案方法，挨家挨户走访排查。最年轻的没有，年轻的最低50来岁了，最低50来岁啊，50岁、60岁以上。民警了解到，阿莫乌苏村居住的村民年龄在50岁到80岁之间，老人居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有孩子的年轻夫妻也带着孩子搬到附近的镇上居住，而且村民没有发现近期有外来车辆出入村庄。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是本村常住村民，那么会不会是熟悉这里的外地人作案呢？我们转变思维，考虑到最近的还有个叫贡济堂镇的，那里有年轻力壮的，以前也有外来的人加工过蒙铁珠，还有开过这个蒙铁珠作坊的。民警决定到距离阿莫乌苏村11公里的贡济堂镇走访调查。贡济堂镇的主要街道曾经比较繁华，因为有很多外地人来此开设店铺，从事蒙天珠的销售和加工生意。随着警方对盗采矿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当地的奇石生意冷清了不少。我们去了贡济堂之后，外地人开的这个商铺基本上都关门了，然后我们就走访了镇上的那些个居民，但是他们那几日并没有去过这个阿莫乌苏山上。民警调查后发现，贡济堂镇目前只有1家玉石店，进店走访，民警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民警希望通过镇上的监控视频来寻找线索。然而，转遍了整个贡济堂镇，没有发现任何监控摄像头。这个镇子和这个阿莫乌苏村的居民比较少，但是我们这几天走访的并不容易，并且耗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当时心里就特别沮丧、失望。矿区再往南就是一片荒地，
就是那种牧区的那种草场，那里边都是无人的。这个共济塘镇是有150户，咱们走访了一共。在前期侦查无果的情况下，民警决定扩大侦查范围，来到了距离阿莫乌素山70公里左右的乌兰花镇。乌兰花镇是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这个镇有一条较为繁华的道路，被当地人称为“奇石一条街”。街上的店铺主要经营玛瑙、玉石和奇石。如果要是盗挖的，它必然去销售，所以我们考虑到要从奇石一条街去侦查走访。有人过来卖这个原石吗？卖原石最近很少了，不让开采，不让挖。通过对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奇石一条街的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也未获取到有效线索。不过，乌兰花镇公共区域的监控摄像头比较完善。这个头是这条街，这么一看，在那个头了，这个头从哪？这个方位。到这个路口的。那么，民警能否通过监控视频捕捉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呢？通过调取监控也没有发现，那我们就调整了方案。我们考虑到这个人的欲望可能要有盗挖，所以我们选择最直接的去动手。外围调查没有任何进展，民警将视线再次转向阿莫乌素山。民警分析，盗采矿石动静大，犯罪嫌疑人又是团伙作案，选择白天作案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决定在夜间蹲守。阿莫乌素山的东面是阿莫乌素村，南北西3个方向，除了有少量的荒草，基本上一览无余。阿莫乌素山呢，叫山其实是草原上的一片丘陵，地势十分开阔。也就是说，盗采分子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进入到矿区当中。民警根据办案经验判断，犯罪嫌疑人如果再次作案，很有可能会从被他们剪断的铁丝围栏处进入矿区，便将蹲守的重点设在了破损围栏的附近。每次蹲守还得选择没有月亮的时候才能进入蹲守的位置，而且不能有光源，这样呢，给我们蹲守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蹲守就是一夜，四子王旗夜间的风很大，而且气温很低，对于每一位民警都是一种耐心和毅力的挑战。矿区遍地都是那些个荆棘，你一换动作或者是一起身的话，就容易扎到刺儿，扎的也比较难受。晚上又看不见这个刺儿在哪儿，也不好拔出来，就只能忍着。民警连续蹲守几个夜晚，盗采矿石的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蹲守都没有成功，远远的看着有车过来，但是中途又折返回去了。后来我们经过认真的分析和观察，发现盗采分子在周边肯定设了耳目，我们就改变了蹲守的策略。分别在这6个地方布空，这6个点位可以这样选啊。另外一个呢，车辆应该是让矿区向东直线距离5公里处啊，停在这个低洼处。民警重新调整了蹲守方案，把车停在了离蹲守点位5公里以外的地方。停车地点不易被人发现，然后徒步走进矿区进行蹲守。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怕被人发现，他们的车辆也会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摸黑进入到矿区。我们把车辆换成地方车辆，车辆停放的地点不在村庄里面，不接触人。在这个蹲守的时候呢，侄儿发现灯光在闪烁，也有路上的车来回走。2022年4月19日凌晨3点多，一组负责蹲守的民警驾车沿着阿木乌素山外围的一条偏僻小路向另一个蹲守点行进。这时，突然迎面驶过来一辆私家车。凌晨出现的这辆车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这么晚了还有车的出现。那个小路只有是通往矿区的小路，没有村庄。我们考虑到是不是盗挖的车辆，或者是放风的。民警不放过任何可疑线索，果断驾车掉头，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选择跟踪这辆私家车。看中了吧？看中了，皮卡。给他的假象是走错路，
在会车过去1公里左右，我们选择了掉头。现在这块都是看见了，梦都变了。慢慢的跟上以后，将这辆车的车牌记下来。经查，凌晨出现在阿莫吴宿山附近的车主叫郝某宝，47岁，阿莫吴宿村村民，曾在2014年1月因无证驾驶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玉泉大队行政拘留。4年前，郝某宝就离开村庄到镇上打工，以搬运货物为生。目前村里只有一位70多岁的叔叔郝老汉。如果郝某宝回家探亲，为什么会选择在凌晨3、4点钟呢？我们就兵分2路，一路对车牌进行严密监控，另一路对郝老汉进行调查走访。在走访郝老汉的时候，郝老汉给提供了一线索，他的侄子郝某某以前在工厂镇打零工，但是最近经常晚上回来取点绳、铁锹之类的东西。郝某宝的反常行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临走前，民警特意观察了郝老汉家的院落，看看郝老汉的院子里能不能发现有线索的东西。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也没有找到盗挖矿产的工具。警方决定进一步调查郝某宝的行踪。2022年4月23日，发现郝某宝出现在了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的大街上。看，就他这个，你看一下那个从别的地方那个监控，能不能找到他是从什么方向来的啊？警方迅速调取到了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主要街道的监控视频。经过视频侦查，发现郝某宝多次出入该镇的一家玉石店。这个时候，我们决定找店长张拜成买天珠的人进店里面进行调查。店主看我们有意要买原石，就表示前段时间新进一批货，所以我们亮明了身份。我们是四子王旗公安局的。通过对玉石店往来资金账目的查看，民警发现郝某宝与店主有矿石的交易记录。而与郝某宝转账时间相近，同样与店主进行矿石交易的还有一个人叫石某军。那么，石某军会不会是郝某宝的同伙呢？这也是卖石头的钱啊，就是。哪里来卖的？啊，也是公鸡讨的来。店主也非常配合。我们在跟玉石店老板交流中，发现他对2名嫌疑人售卖的原石来源并不知情，说是早年遗留的。而且他对2人是否是同伙也不了解，但是通过我们查看店铺的资金账目，发现交易额比较大，至少已经转账有2、3次了，每次都是3、4千、4、5千的交易。之后我们顺着这条线，发现另外2家玉石店的店主也跟2位嫌疑人有过类似的交易，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交易多次。没有工作单位，没有个老母亲吧。经调查，石某军，阿莫吴宿村人，45岁，无业，10几年前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石某军在阿莫吴宿村的老宅早已无人居住。当石某某进入我们视线之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他在公济堂镇有一处老宅子，我们就打算去他这个老宅子看一看，有什么新的线索。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在深夜来到石某军家的老宅进行侦查，发现他这个宅子已经荒废很久了，院子里边都是杂草。但当我们拿手电照到他这个角落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角落里摆放着电镐、发电机、铁锹等物品，我们就怀疑石某某有盗采的可能。然后我们就增派了人手，加强了对他这个老宅子的监视。2022年5月7日21点，蹲守民警发现石某军与郝某宝一起来到了石某军的老宅，并且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他们开始在角落里边整理工具，电镐、铁锹等物品，捋了捋电线，试了试发电机，大概整理了有2个多小时。整理完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我就感觉他们这个行为不正常，可能是有近期作案的嫌疑。我就赶紧把这情况汇报给了我们大队领导。四子王旗公安局迅速反应，经过细致研判，决定集合警力展开收网行动。
这个点位呢，要向矿区的中心集中一些啊，你太散的话，不容易发现嫌疑人。我们进入矿区之后，第一个是点位要选得多，分布在这个矿区的这个周边啊，比较密集啊，这样的话呢，嫌疑人如果要通过的时候，我们两点之间啊，这个距离不要超过30米。由于嫌疑人在盗采矿石的过程中，会根据矿洞内的原石情况不断变换采挖位置，如何快速准确地抓捕嫌疑人，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在布置警力的时候呢，必须达到一定的密度，要在嫌疑人进入到矿区的时候，保证他从我们的干警的身边走过，我们跟着他这个声音去判断大致的方向，缩小搜捕的区域，由外往里一层一层的去找，才能找到这个矿洞所在的位置。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专案组针对抓捕现场的地形，对各个点位的警力进行了精准布控。我这个街道下了一条小路，有好处就是卡口，在那个矿区的岔路口增加了一个点位，防止外逃。我们这组比较特殊，我们组一共10个人，提前进入到矿区，在矿区最高点的一处石堆后边进行隐藏，以方便我们能随时观察到嫌疑人的动向以及位置。2022年5月8日23点，阿莫吴素山矿区内突然出现一个人影，并且围着一块区域转来转去。经过在矿区最高点蹲守的民警仔细查看，确认这个人就是郝某宝。我们发现郝某某带着头灯到矿区内进行了提前踩点，当时他踩完点之后就回去了。民警根据郝某宝在矿区内的活动轨迹，判断盗采团伙很有可能会趁着夜色作案。4个多小时后，不出警方所料，犯罪嫌疑人再次出现。在5月9日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有3人就进入了矿区。我们观察到那3人走到一个盗洞口，开始盗挖。5月9日凌晨4时，抓捕组民警觉得时机成熟，正准备实施抓捕。这时，一个突发状况让现场民警暂时停止了行动。这个时候，有4名嫌疑人也越过了晚围栏，向矿区前进。我们立即停止了抓捕行动，又对该4人进行了观察。民警发现4人所到的位置就是前3名嫌疑人正在盗采的矿洞。4人到了之后，与另外3名嫌疑人会合，然后实施犯罪。我们认定该7人肯定是团伙作案，所以我们又进行了半小时的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在矿区隐蔽的这组立马向矿洞奔跑过去。7名盗采矿石的犯罪嫌疑人当场被民警抓获，除了郝某宝、石某军外，还有赵某亮、郭某富、李某、刘某斌、王某伟，他们同是四子王旗共济堂镇阿莫吴素村村民。民警现场扣押矿石146公斤，还有发电机、电镐、塑料桶、铁锹、头灯等作案工具。经审讯，7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2年2月份至3月29日，郝某宝等6个人在四子王旗共济堂镇阿莫吴素山上盗挖钱币石10余次，并将盗挖的钱币石卖给收购商，共计75000元，赃款6个人平分。2022年4月份至5月9日，郝某宝等7个人在四子王旗共济堂镇阿莫吴素山上又盗挖钱币石6次，并将盗挖的钱币石卖给收购商，共计49000元，赃款7个人平分。销赃的钱币石已被店家加工卖出，无法追回，但赃款现在已经全部追回。2022年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公安局聘请专业机构对郝某宝、石某军等人最后一次盗挖的矿石进行鉴定。经鉴定，矿石为铁质硅质岩，在地质研究和矿业开发中具有一定的价值。由于锰天珠是被坚硬的矿石包裹着，地表的矿石一般质量不高。当天郝某宝等人采挖时间不长就被我们抓获了。他们采的这种矿石属于中国矿产资源分类目录中的非金属矿产。